哦，好快可能尼鲁布的装哦，对，这里是 callback 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他在一切从简的一个前提下，仅仅是把腰带变成了挎包，就获得了如此高的话题度，这是个多高明的操作！哎呦，又来一这个是上一集倒数2-3分钟的剧情了吧？不就跟布拉姆那时候刚变对啊，各位知道吗？当时布拉姆出战那2集其实也是才起拍的。太奇嘛，无奈了。剧本内容不多，然后拍完就那点素材了，怎么剪22分钟？那只能给你播2分钟先。前情回顾，前情回顾再真的算，全放再放送再算，重拳出击。你闹够了没有？要来了，名场面！哎呀，菱角鸡再算，抓住了一只哈基米啊！哈基米，拎小猫后颈，哈基，老吴的都来了。哦，那某种意义上，尼耶鲁布也算是了却了川鹤的心愿的感觉，是不是？哎呀，还有 SM， 还在哈气帮补类，哈气嘞！哈，哎呦，给我清醒一点！没用啊！天个大晕血。哦，直接控他了，对。我真得控制你了，我真得控制你了。哎呀，高超了！高超嘛！那我们上周确实没猜错，问题答案就是拉凯的毒素。我本来还想着说有没有可能通过压缩技术把他们压缩起来，就是后面救人那里。但是我想想，相对来说还没有用毒素那么效率。压缩好像还是要一个一个抓的吧？那万一要是被海水冲走了，可怎么办？海水冲走还是太变态了。这压缩人被淹死了是吧？你妈妈不要你了，妈妈要去填海工厂了。哎，所以他说的是什么啊？让他去跳海喽。去了海啊，再往海里走的感觉。这种就有点类似于用飞机盖过了川鹤的声音的感觉，是吧？没有，飓风进海，那些人都年龄确认一下。こんにちは。今日はお店お休みなんでどこに行くんですか？風見海岸。バイバイ。哦，黒ずくめの男。哦，怪奇黑衣男。メガネかけてたらほぼ角じゃない？干嘛？你干嘛？都是你啊！他们见过一面。哦，就之前网恋骗人那一集啊，11集，我不知道刚刚信果那个照片到底拍没拍下来。如果拍下来，然后说不定后面还能够用来给深圳看，然后让深圳知道蓝狗没死这样子，是不是？要来了！左右脑互搏，左右脑互搏。我感觉黑的才是好。这样没有了，他这个不是黑白巧克力，是天使与恶魔。我们人类是需要恶魔的。别说了。哎呀，不是他妈妈在他回忆里被抓走了多少次？我感觉5遍有了吧？少了我感觉。10遍甚至9遍吧。或者其实各位把这集当做总集篇来看也行嘛，是吧？让它水1集了。是2集了。大海在一块儿。你看嘛，大海啊，全是水。Too much water 了，现在已经是。要来力！哎呀，小罐，而且某种意义上曾经用来害人的能力，如今用来救人了嘛，也算是拉凯尔的赎罪。哦，尼耶鲁布这样子说，会不会就有点像是后面要改良的毒素的感觉？启发了他。我操，狱卒！哎呀，好骚啊！我要走红毯，我操，逼哥好出，杰哥不要，哦，尼哥不要。哦，给各位说一下，尼耶鲁布怪人泰的皮套演员是中田裕司哦，就是《毒神》的皮套演员。对，我看他说这个弓是忍者剧场版的 BOSS 武器改的，10年之前的都是。本来就不熟的，改了没什么。如果非要说的话，那你想想布兰姆那个盾牌是怎么来的？
哦，这句话是呼应第28集和双鹤说的那段的。有点懵是吧？我的哇卡哪里滋味？这里有哦 callback 了尼鲁布的庄哦，园，对，这里是 callback 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次是贝壳枪的第一个超必杀，哦。哦，这个谁？饼干碎了。报一下这个设定还在。星甲都打没了。他甚至边说边给大招充人。在拍动作片，在拍加密骑士啊！我们在拍铠甲勇士。君のその新しい携帯強いね。やっぱり赤株の眷属を使ったの？だったらなんだ？やっぱり赤株かな。我估计应该算是服。哦，我大概知道为什么。我其实也大概 get 到他想表达什么。他在说什么？等会说，等会说。仮面ライダー。仮面ライダー。仮面ライダー。店长知道这个。冲浪冲少了。哎，不知道也正常嘛，毕竟世代不一样，是不是？啊。联想到了。你记录。甚至在喝什么色素小糖水？苹果汁吧。应该是蜜瓜苏打之类的东西。卡桑，反正半斗就还是要说，他就觉得经历了这次事件之后，怕以后自己出了什么意外，没有机会再跟深圳说这个事情。对，没错。那你大脑缓不过来了，确实藏挺久了。是啊。蛋糕王哦，哎，不对。能看到这的，相信都不是浅浅的特色受众了。叔叔要说你的点赞支持，这是小导体坚持下去的动力，爱你们。下集的预告是这样子哈，得知至亲竟是意想不到的身边之人后，深圳陷入该如何应对的苦恼，内心百感交集。与此同时，沙滩界总统波卡以人类姿态与利杰鲁一同降临人间界观察，察觉到波卡开始破坏行动的拉提亚赤手空拳上前阻止，却被护卫的管家击倒。接到报告的深圳与半斗在从容不迫的波卡面前变身并发起挑战，然而面对压倒性的力量，两人也切身感受到了这位总统的恐怖威胁。下周剧情相关的提问是：深圳的舅舅经营向阳处的理由是什么？因为他妹妹妹回来，或者说零食店是承载着他对妹妹回忆的地方，就有点情感寄托的意味在里头了。现实里面有失踪家庭成员的，他们一般都不会改电话号码或者住址，就是希望他回来的时候还能联系到你。对。接下来这趴我继续 report 下本期官网小作文以及第41到42集复印轨的一些有趣幕后吧。首先是用来缝合双鹤用的沙滩尸体，也就是被博卡总统暗杀的政敌。虽然在剧中只露出了他的手臂，但在节目组内部的设定中，他的原型是恐龙哈。这里面其实玩了演员梗，因为前朝金色狼成为机械战队全开者的朱兰配过音，而全开朱兰的原型大兽神就出自恐龙战队兽连者。龙泽良有提到他上集舔的东西是用蛋黄酱做的，然后前朝吐槽了一句，竟然不是芥末吗？龙泽也接了他的梗说，真是芥末的话会哭出来的。前朝在看到半斗被欧尔嘎布提起来的时候，也吐槽像是抓住了一只哈基米。而且各位应该知道吧，为了和犬系男孩相对应，早前其实就有不少观众把半斗比作大毛小毛了，那这里确实是抓住了一只炸毛的哈基米，没毛病啊。到了半斗被捆绑那段，官网有补充说明，半斗被泼水后短暂清醒过来的桥段是本集监督柴崎贵行的即兴发挥，且通过天使半斗与恶魔半斗对决来表现被尼耶鲁布洗脑后半斗动摇的内心，也是柴崎提出的点子。再说个比较搞的，因为这次半斗的内心空间看着很像极光帷幕嘛，所以有个网友给这一幕 P 了个 Decado 上去，反正是给我整笑了。双鹤催眠人群引导他们走向带来的情节的灵感源自德国民间传说改编而成的故事《哈莫林的吹笛人》。故事讲述了德国某小镇遭遇鼠患，一位穿着怪异的男子自称能让所有老鼠消失，他要收一笔酬劳。在获得居民们的允诺后，他抽出笛子，用笛声诱走所有老鼠，随即老鼠们跟着他一起跳进了河里，淹死了。然而市民们摆脱鼠患后，却拒绝向捕鼠人支付酬金。为了报复，捕鼠人在半夜再次吹起笛声，将小镇的孩子全都引到了山里面，自此消失不见。而关于剧里面这段情节，制片人龙岛南北则吐槽，如果这集是朱田敏拍的话，肯定会让更多被操控的人走到水更深的地方去的。
也是因为拍摄其实还处于冬天，不然他估计柴崎也会这样子拍吧。而关于打戏部分，官网有提到，这次彼得嘎布身上饼干碎裂的效果，就像之前用除臭珠来模拟嘎布软糖躯体破损一般，是通过软木屑来实现的。还有一小段算是设定补充吧，布兰姆的武器 Rumble Breaker 和尼耶鲁布使用的武器皆为弓，所以官网小作文有引导说 Rumble Breaker 是尼耶鲁布以自身武器为原型开发的。顺着这点，我也想多说句 ，Rumble Breaker 还能切换成镰刀形态，那是不是可以说尼耶鲁布把他印象中强的可怕的大姐的武器也融入了布兰姆专武的设计里头了呢？接下来我念一下本周日 X 特色相关的热搜词条前30名哈。第30名 Shoma， 第29名辣妹光束，第27名脚奶酱，第25名 Levi's。你们知道为什么会上榜吗？戒指吗？对对，因为很多网友觉得戒指很像 Zafas 跟 Levi's 的一个结合体。哦，第24名变身腰带，毕竟是假面骑士史上首创啊，变身腰带佩戴于胸前而非腰间嘛，对不对？对啊而且你要想，他在一切从简的一个前提下，仅仅是把腰带变成了挎包，就获得了如此高的话题度，这是个多高明的操作。对，第23名酸鹤赏，念一条推文吧。虽然对酸鹤赏多少有些心疼，但实在没法太同情他，因为我很确信，如果他和尼耶鲁布的立场对调，他绝对也会对尼耶鲁布做同样的事情。顺着这个词条，我再扯扯酸鹤的问题吧。可能有些观众会觉得，不去补完酸鹤的过往经历，或者回收 K 的伏笔，会不会不太好？他其实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对，首先他的经历在第27、28集画公仔就是他画出场来的，你觉得还有必要再复述一遍吗？还有就是 K 的部分，既然酸鹤都已经死了，还成了丧失个人思想的傀儡，那再扯 K 出来也没有意义了。而且我印象中之前我是有做过一个脑补的 ，K 是用酸鹤亲生孩子的 DNA， 借由他近年来实验研究的成果制造的不死生物，说白了是他亲生孩子的复制人，是用来填补他内心空缺的他孩子的替身。也就是说 ，K 是用来完善酸鹤人设用的。但还是那个问题，这些东西画公仔就是他画出场了，那确实没必要再展开了，好吧？没有必要再出场了吗？我觉得是有必要再出场的。首先需要一个人去送，说白了需要一个彼得嘎布当2级沙包。那如果他们随便找个路边一条，你又不乐意了。对啊，还有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要讲清楚酸鹤到底是怎么死的，这个点涉及到了半斗到底有没有杀人。是。还有就是生真为什么还要在处刑前聊起酸鹤？这其实是创作者们想通过拉基亚之口重申一遍，酸鹤已经不是人了。他跟我上周扯半斗那个问题的本质是一样的。就是得给观众，也得给假面骑士一个正当的理由去干掉、去打倒敌人。虽然说出来会显得深真怎么样的，但这个没办法，毕竟子宫向节目的局限性摆在了那里。这种情节真的要有，最好不要让角色陷入有道德风险的地方。对，第21名辣妹 No One， 第19名美国漫画，第13名 Tegasodo Sama， 第11名尼耶鲁布，第10名 Handy， 第8名 Nango Nisan， 第7名是 Sachika 桑。这两个词条有些推文我念一下，对偷拍行为正当发怒的兰哥尼桑，虽然他的指责完全合理，而信果的行为即便出于误会也确实失礼，但他既没有选择灭口，也没有穷追猛打，反而展现了成年人的宽容。可这一切明明很严肃，为什么我憋不住想笑啊？一想到这个谐星要成为这种模式，我就有点想笑。像信果这样没有战斗能力的女主角，通常总给人留下会不断遭遇危险的印象，比如被人质危机威胁，或者像这次一样遭到洗脑之类的受害桥段，但到目前为止，他居然完全没遭受这些，实在令人耳目一新。或许是因为即使不让信果遇险，英雄们的战斗动机也已经足够充分了吧。我会把这两个词条放在一起讲，原因在于今天还有一些观众讨论，他们两个很有缘，会不会有些在一起的展开啊？当时11集播出的时候，我其实也脑补过这个东西，但是我没有剪出来或者没有说了。我他妈 Lucky 啊，跟信果都还没磕起来，你就给我磕蓝果、信果了，这是什么乱点鸳鸯谱？感觉是大老师会整出来的活。对啊，如果非要说的话，其实信果跟蓝果是有点共同点的，因为他们两个都是下舅。第6名哈 ，Fire Candle Sama， 今天 Fire Candle Sama 那个变身确实帅了我一脸，好吧？有 Tono 那种感觉呢，因为火族自己的特色。对，第4名真剑红，我还是想说，没看这集以前确实没有想到，既然是通过这种方式去致敬真剑者，预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嘛，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好受者》这部剧很有趣，它走出了前辈回归的新的可能性，你懂吗？
本周特色相关前3名的词条分别是：第3名卡梅勒的嘎布，第2名果柱甲，第1名假面骑士 Z。嘎布的词条正常来说会维持到11点半以后，但是这是10点多一点点已经掉出前30名了，它的话题度算是被 Z 给抢掉了。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说呢，这集水一点，我觉得也能接受。毕竟我一点开各种社区，其实都在聊 Z。这集剧本的问题呢，我们看剧的时候已经有大概聊到了。反正给我的感觉，这2集内容量撑死就是1集半。如果想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是不是可以把下集的内容挪一部分到这集讲呢？就比如说加点大总统和理解吕世家的对话，给总统一个来人间界视察的契机，或者上集吉普不是刚扯完想变强，那把他训练的情节挪到这集拍，是不是也可以呢？然后这集还有让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的，就是信果和那个妈妈场通电话，我的第一感受就是真的有必要把对话细节全放出来吗？就比如说我女儿都跟你认识了之类的，在我看来就属于意义不明的台词啊。毕竟这整段真正有用的信息只有街上奇怪的人变多了而已。再结合上刚刚提到的剧本内容量的问题，那我肯定会去质疑你写出这段剧情的用意啊。然后关于监督拍摄的问题，我还是想再要回去讲讲柴崎拍《弟子》第5到6集的情况。当时看完那2集，我的第一感受就是，听说想通过跳舞之类的提升和迷音的默契那段，柴崎为什么没把练习过程给拍出来，而是直接快进到2人已经能一拍即合干掉血火图了？要是拍出来，既能制造点话题，又能多点素材放送，是不是就不会出现上半集结尾到了下半集再放松的尴尬局面了呢？所以我觉得柴崎本身的锅会大一点吧，因为他对拍摄情节的取舍没处理得当，最后才变成了如今这样。然后刚刚看剧时 Q 到的问题，由于小团体录制的时候聊得比较乱，所以我重新整合了一下，结论就是二哥应该是从深真生的蛋糕王和布丁特处得到的启发，就人为制造的宝藏终究比不过怀抱着强烈情感所生出的宝藏，因此他后续可能会利用吉普生出一个超强的宝藏给大哥用，生完宝藏吉普就疯疯癫癫的了，后面即便不干掉他也完全 OK， 也能对上我近期的猜测，就让他一直活下去惩罚他。然后我个人的想法则结合上了 Shake It Off 这首战斗曲的 MV， 因为 MV 画面里出现了深真跟随尼尔鲁布回到了沙滩界的情节，所以我怀疑有没有可能是深真为了打倒大总统跟尼尔鲁布达成了某种交易，得以让尼尔鲁布后续知道或者利用深真生出了最后给大哥用的强力宝藏。不过小团体成员则认为真这样推进剧情的话会引发大量的负面舆论，那不知道屏幕前各位会如何看待这点呢？欢迎事后在评论区与我们继续讨论。想要国上级的观众还请自行跳转，广告小团体为选加拿